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张嘉玲议员、陈志涵主任、尹乃菁小姐、费尔洪泰委员、牛许婷委员、李博议员。川普现在向这个哈佛大学伸出他的魔爪被禁止招收国际学生。他现在呢，2024到2025的国际学生有将近6700-800个人。那所以呢，以后不准你们招了现在现有的国际学生以及学者，要不然就回国要不然就是转校所以搞了现在哈佛那边大乱所以好不容易哈佛在全世界其实都是相当有他的学术地位那川普跟他呢，这之前是删减他的预算这个研究计划的预算呢，统统删减那现在呢，这个连国际学生都不可以来了那川普说最后72小时最后通牒，哈佛大学说这种报复行为对哈佛的社群跟国家都造成严重的伤害。那校长说这是非法的不可以这样干说呢，这个哈佛现在面临6个机构同时在调查他包括司法部、教育部、卫生部、退伍军人部等等等等各种这个机构都在查他那哈佛是根据什么能够收国际学生呢？有一个叫做 SEVP 的计划这个有这个 SEVP 认证了，你才可以招国际学生，可以有交流的访客比如说交换学者啦等等另外呢，这个它才是真正认证的可以收不同就是国际学生的这个美国学校那另外呢，这个它的主要功能它可以记录学生的入学状况、课程变更、工作许可、住址变更等等工作那另外呢，这个川普等于锁上学术自由的大门。那哈佛不再对全球开放，只能收美国的学生那所以呢，现在国际学生非常恐惧，而且很困惑说呢，这一切都面临分崩离析的风险，让我心碎那当我知道川普的这个举措，忍不住冒出一身冷汗。考上哈佛是我人生中发生过最美好的事，我真的没有办法相信这样的事正在发生就是好不容易申请到哈佛，而且他本来可能能申请到哈佛，他可以申请到很多其他学校，他可能都放弃其他学校去选择哈佛，现在搞到这个地步那么川普一声令下，国土安全部就说哈佛是有毒的譬如说反犹太然后呢，这个攻击犹太学生，还被选为这个司仪典礼的司仪然后呢，宣扬哈马斯的这个亲哈马斯然后呢还得到资助然后呢，这个接待及训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然后呢跟中国学者合作，跟中国国防工业基地有关人员合作反正呢欲加之罪了，何患无辞了那哈佛呢，事实上呢，为什么川普敢这样做因为呢，在美国这个大学毕业生只有40%，不像台湾每个可以念大学，在美国呢只有40%人念大学，而且一般大学都蛮贵的学生要欠债等等一堆那一般人都把哈佛认为是那种自由主义的学校，所以很多的尤其共和党川普的支持者呢，觉得打击哈佛太好了，反正我也念不了。美国有几个人念过哈佛没念过对不对？那些精英才去念那些精英太可恶了，宣扬一些有毒的思想。我们看一下，川普突袭政令一下，哈佛留学生踹雷弹。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has revoked the university's ability to accep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is also means any current foreign students have to transfer.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受访直接告知哈佛外籍生要开始准备找新学校了，因为学生签证将被取消，未来也不准招收国际学生。Now we have a situation where like a quarter of the student body, 7,000 students, have effectively been expelled, not only from Harvard bu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实际受影响的在校学生，根据2024到2025年度招生占整体27%，高达6800人。美国总统川普近期频频在反犹太议题杠上哈佛大学高层。川普多次炮轰哈佛沦为反犹太温床，尤其犹太学生受攻击，校方却没有挺身而出。这次国土安全部加码，再指控他们涉嫌与中共有合作。Who we rely on for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There's plenty of American kids who also deserve to be taken seriously. 政府强调培养国家栋梁不怠慢，严格把关校园意识形态。哈佛大学声明回应这种报复行为将伤及哈佛和国家学术研究，学生在网络上也抱怨连连。然而，不止校园反犹太议题，甚至牵涉美国国安危机。被逮捕时高喊解放巴勒斯坦，他就是前一天华府2死枪击案的枪手，来自芝加哥31岁的罗德里格斯，现在被法院指控2项1级谋杀案，周四出庭受审。好，因为哈佛在美国对乡镇的选民就是一般的不是都会化的地方了，哈佛是左派养成所。进步主义的灌输中心，它的进步主义不是好的名词就是那种跟一般人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川普的核心支持者是拍手叫好的那说呢，这个让我们教训那些不听话的精英那川普的手不是指向哈佛，哥伦比亚也被川普指责，所以很多好学校基本上它的学风比较自由，学校里面可能什么意见都有了那川普呢，现在就要报复他们要惩罚他们。来，小妞，这个川普说要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他到底是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还是让他自己跟他的党羽再次伟大？我想从他一连串的作为，大家就可以看出端倪正常的国家都不会用这样的方式自废武功。美国之所以在世界上有一定的国际领导力，不只是他的这个军事跟经济很强大，他的学术、他的人才培养、他的机制、他的公信力，其实是外交上面大家讲的这个软实力，有这些硬实力跟软实力的堆叠，它才有所谓的国际领导力。你用这样的方式自废武功之后，长此以往，以后谁还会信任美国的体制嘛？那这段时间，他的发动这个命令的单位叫国土安全部。现在大家讲国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之用国土安全之名去行封闭国家之实，对于这个国家到底是好还是坏，我觉得值得大家深思因为你这样子的一个行政命令这样下来之后，它其实是在压制什么？它在压制美国的自由思想嘛，它在压制美国的学术自由嘛。这个对国家的发展，我想是不会有利的。那另外从这件事情，你也可以侧面看出来，川普第一任期跟第二任期的重大差异，是他从这个任期开始，他大量的滥用行政命令他以前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好歹还有国会的制衡等等，还照本来的规矩在办事。但是从第二任期开始之后，他就每天所有事情跳过国会的监督，全部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让所谓的制度失去它的公信力任何一个国家走向这个样子，即便川普是多数民意选出来的总统，如果滥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机制，跳过了监督制衡的时候，会让整个国家的正常运行的制度崩溃。我想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看看美国，想想台湾，现在我们的政府难道不是也是用类似的方法，以国安为名，行政扩权，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意图跳过国会的监督跟在野的声音吗？这样对国家发展是好是坏？大家真的应该要想清楚。洪泰兄，你在美国拿博士，念书的时候你有想到哈佛有一天会搞成这样子完全想象不到我跟各位报告，如果美国这样继续这样恶搞下去美国之所以在世界上会超强，就是它不断的各国的精英涌向美国。以前举例像我们台湾台大，你们台大毕业生大概像我们那个时代，大概2/3都出国了。换句话说，你的养成教育是别的国家帮你养成的，最后的精英都到美国去了，到美国去让我们讲富不过3代是什么意思呢？到了第3代慢慢就怠惰了，就是不断的世界各国的精英到那边去，让美国在各方面都发光发亮如果美国这样子走，用这种方式如果抑制外国学生去，最后的结果就是美国从此就是败落的开始，衰败的开始哈佛在各种的排名，各个地方的排名，大概就是第一、第二嘛这个像这样那么好的学校，在世界上，这是多少他的杰出校友、那老师所奉献出来的，一点一滴哈佛这个让外国学生这个禁止了，当然学生还是收得到，可是日后他会变得那么杰出吗？你不要忘了，很多知名的学校，他有的收入是校友的捐款那了不起的校友捐款，让这个学校不断的茁壮这个
茁壮成长啊。所以我说用这种方式啊，是因噎废食，也解决不了这个犹太人啊和哈马斯之间的对抗。你认为这种方式犹太跟哈马斯就不会打了吗？不可能的事情。这是我真的对川普这叫4个字无言以对。来金，他这个动作呢是有意义的哈，就对于川普政府来讲，在21号晚上的时候，在华府的犹太博物馆，2名的以色列的大使馆的官员被激进分子给枪杀了之后，国土安全部呢就在第2天呢，对于哈佛呢发出了这样子，他这样子的对于反对煽动暴力、反犹太主义，还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这些学生呢，通通都要受到这个清查。我们的公视呢，把这个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就翻译成与中国共产党沆瀣一气。他说呢，他说你们这些学校哈佛，你长期的对于这些国际的学生交流的收取高学费的数十亿的美金的捐赠的基金，来去充实你们的财库，这个是特权，不是权利。所以你现在呢，你要限期在72个小时以内进行这个清查。那所有的这些人呢，通通都要转学啊，或者是要做那个处理，否则的话，他们就要采取不知道什么样的对待。然后又对哥伦比亚大学呢他发出的禁令是说，你哥伦比亚大学从2023年以来10月以来，就对于校内的犹太学生受到的骚扰故意漠视，违反联邦民权法。美国这样子搞他一方面呢对于以色列表态，第二个呢，你这样子搞下去就是一个排外隔离政策嘛。我看以后呢，到能够真正到像美国的高等学校来读的，大概只剩下以色列的国际生跟南非白人了，是不是这样？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到接下来的发展呢，其实就要看哈佛大学怎么做啊。因为呢，就在同样的就是美国的时间周4的时候呢，加州的联邦法院、联邦上诉法院呢，他做出了一个裁决，就是在相关政策的法律挑战尚未结束之前，川普政府不得取消全美国际学生的合法身份。那你现在就要看这样子的一个官司，它能不能够在全美国来适用？因为它这个是要很冗长的程序。之前的时候，哥伦比亚大学不是有一位也是同情哈马斯的那个学生，他不是被逮了吗？那个移民法官是判决说，有权利把他取消他的签证的，现在还在上诉中所以哈佛大学现在真的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他不能够只做出指引，对于这些学生做出指引，你该怎么办？而是哈佛是美国的法学界的重镇这个哈佛呢，这是要号召他们的法学院的教授，然后呢，哈佛毕业的这些一流的律师，那个校友不是奥巴马吗？真的是要有准备，要跟川普政府打一场宪法诉讼的官司，要上诉到这个最高法院，要跟被川普掌控的9名大法官里面有3名都是川普所任命的这样的最高法院，要打一场长期的宪法抗战。我觉得川普什么关税怎么搞了，或怎么搞，其实我觉得那个都还好了。但是你要跟这个精英学术界的精英作对我已经可以这个下断语，川普会留下万世骂名。你想到我们的秦始皇很多建树秦始皇其实很厉害的什么书同文车同轨什么乱七八堆，但是他留下万世骂名，就因为他焚书坑儒。其实能焚多少书坑多少儒呢？你只要留下这个跟知识分子作对的这种名声你万劫不复。因为历史是知识分子写的，评论什么都是知识分子写的。你跟知识分子这样作对，尤其是美国最精英、全世界最精英的哈佛大学，你这是给自己找麻烦。你看好了，将来历史上怎么评鉴他？你看学术界会怎么评鉴他？休息再回来。好，韩国有媒体说，美国国防部8月会有新战略指导，说要以国土防卫的水准保卫台湾，就是保卫台湾跟保卫美国一样那另外呢，同时
国防部要撤出4500名驻韩美军，哦，所以呢，韩国媒体说呢，美国对保卫韩国的承诺可能被解释成减少了。现在有28000个驻韩美军啊，那说他们是叫做战略性的灵活啊。那我们看呢，现在有28500个美军在韩国，这边是首尔啊，离北韩其实38度线非常近的，看到没？所以为什么韩国那么紧张？随时就过来，以前还挖地道，记得吗？还挖地道过来哈，不像我们还有个台湾海峡，所以为什么南韩那么紧张？主要因为北韩靠它太近，而且呢，这种共产国家随时要发动什么，你真的不知道哈，它也不需要经过什么国会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地方哈。那它有第8军团，有第7航空队哦，然后呢有这个海军陆战队，还有特种作战司令部哦，都有人在南韩啊。那现在说这4500个到哪里去呢？不是撤回美国，说可能撤到关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南韩到离大陆太近了，中国啊，所以到时候呢，一旦打台湾的时候，很可能会受到波及，所以撤到关岛远一点啊，让你这个不可能那么快那么近能够打到哈。那波顿啊，这个是美国前国安顾问说，台海5年内很危险哦。所以呢，这个从南韩撤出4500名美军呢，国防部说还没有跟韩国国防部说还没有跟美国讨论，那也不用讨论了，川普下令就下令了，还讨论什么东西？还跟你讨论哦。那另外呢，这个华府智库说，台湾如果有事呢，日本、菲律宾、南韩、澳洲、印度其他东南亚国家跟呢欧洲其他的国家，这4组是关键。我觉得这都太远了啦，其实就是日本、南韩、菲律宾啊，离我们比较近了啊，印度呢都很远哈，澳洲呢更远了哈，而且呢兵力也有限哈。那么澳洲那个印度连打一个那个什么巴基斯坦都打得这么辛苦哈。那另外呢，习近平他也一直发动跟欧洲拉关系，他跟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说我听你们欧洲的战略自主，不要靠美国了，你们自主了哦。那另外呢，所以马克龙就说呢我们一中的政策不变哦。那习近平说，我们愿意跟你们欧盟携手应对全球的挑战，我们一起来吧哦。美国已经抛弃你们了，我们看一下。美韩空军主力机种联合操演，展现对核武威胁的反制能力，或是装甲、重炮火力齐放，频繁携手练兵，目的是遏制北韩别轻举妄动。那驻日美军跟驻韩美军对于美国在整个这个印太地区的部署来说是重中之重。理论上，当然是假设发生冲突跟战争的状况，应该是这些地区的美军要相互的支援跟相互的一些想办法的策应。然而，美国向印太战略收缩的现在，两岸对垒和两韩僵局孰轻孰重？3到5年之内，台海局势将更加危险。这是川普1.0时期的白宫国安顾问波顿接受韩国媒体 NBC News 专访时给出的见解。报道更引述《华盛顿邮报》的内容，认为美国要捍卫本土安全，其中一大环节是阻止中共侵略台湾。因此，遏制北韩的任务可能得由身为盟国的南韩承担更多责任。论调源自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对军事战略做出了调整。各地的美军本来就会因为不同地区的比方说可能紧张情势或者是任何战略需求而有迅速轮调的这个需求。不止现任印太司令帕帕洛公开表示，交接的时候曾被示警，任内可能就得面对台海冲突。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副主任麦克沃森近期也主张，危急态势或许在2026年就会到来。但是认为美军会为此调整驻韩部署，事由恐怕不够充分。既然你都在本土上有这么多的这个驻韩美军2万多人，而且目前川普的政策又是希望不管是日本或是韩国要分担更大的这个基地的分担。毕竟美韩是正式盟邦，除了顾此失彼的残局难以善后，就调度执行面来看，对台湾的帮助依然有限。所以最近韩国有释放出来的讯息，有个消息，他说美方会从战略模糊转向明确承诺，并且以相当于国土防卫的水平来保卫台湾。这个消息我不晓得是真是假，
但我觉得是好事。如果美方愿意有这种态度，绝对是好事。就跟之前美国退役少将蒙哥马利希望目前美军驻台人数从500人扩增到1000人一样。因为毕竟，如果美国拿出更明确的态度，要来保护台湾，派出更多的人来协助台湾，跟我们的国军沟通，跟互相的合作，我觉得对于整个国家未来的安全都是正面的方向，我都非常支持啊。但有2个部分，请美国可能要先做到。第一个，可不可以把先欠我们台湾的武器给我们啊？欠了几千亿台币的武器，200亿美金，200亿美金，几千亿台币的武器，到现在还没有交付完成啊！你到底是要拖多久？尤其是现在。可能还会希望我们台湾买更多的武器，旧的武器不还给我们，新的武器要我们一直买，这种做法我觉得是不公平的。再第2个就是，如果两岸真的发生战争啊，可不可以请目前在台湾的美军不要离台啊，留下来协助我们一起对抗外敌啊，这非常重要啊。如果台湾有美军在坐镇，不只对于我们国军的士气是提升啊，对于对岸也是一个嚇阻的作用啊。所以真的拜托。美国很多的一些不管是高层或低层或者什么将领有没有退休都没关系，话你们都讲得非常好听，但实际上作为，请你们拿出来，因为我们台湾人想要看到是你们真实的态度跟真实的做法。乌克兰的下场历历在目啊，所以赖政府现在不管是想要跟美国买军备，还是想付保护费都没有关系。可是我们自己的兵力，我们自己的国建国造，包括我们所有的一些飞机，是否能够达到我们心中的预期？是否真的能够在发生战时的时候，能够保护我们自己的国民跟国家，才是赖政府现在你最需要去面对而且重视的话题。赖清德讲了一大堆哦，我觉得都是废话。他应该跟美国说，韩国这4500个人调到台湾来吧，没有了，来台湾啊，保卫台湾。来，这个志涵。好，我想川普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目前的整个态度跟重心相当明显的，跟上一任的这个拜登相比，恐怕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哦。其实对于台湾的这个所谓的三角的这个战略，看起来是越加的模糊。特别是在美中呢进行了贸易谈判之后，我相信呢，这某种程度也给了台湾政府一定程度的压力。也就是说呢，川普到底会比较站在这个他自己的本位主义思考，还是如同过去蔡英文政府乃至于赖清德政府一直在说的，会坚定的跟我们的民主友邦站在一起，这个东西呢，其实都显得更加的暧昧模糊。那么，特别是在520的赖清德总统的就职演说当中。其实呢，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他呢某种程度来跟这个中国好像有适度的释出一些比较这个柔软或者是这个平和的讯息，跟他过去的多次发言比较起来，好像有比较倾向于一种和平喊话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可是呢，从这些过去的这些不管是这个美中关系，或者是说美台关系，在长期以来的这个目前看到的方向来看，我们看不到。美国现在有对于台湾有更加具体的承诺，或者是说呢，愿意给我们一些这个所谓的信赖保护，就像刚博弈说的，反而是我们看到像是 Foreign Affairs 很多的这个美国的一些智库，最近纷纷提出了一些观点，也就是说，当台湾的领导人如果说呢释放出了很明确的讯息，说要这个走向台湾独立，有这样子的言辞出现的时候，美国当局应该要比较严正的来驳斥这样子的说法。那这是不是也是导致这个赖总统他其实最近他的说法看起来有比较往后退缩，或者是相对来说比较柔软，甚至是不排除跟这个中国和谈，乃至于有所谓的并购说的原因哦。我想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值得观察的。不过呢，我们也要特别关注到，像是这个国防部长顾立雄，他现在呢一方面还是不断的在强调说，我们要如何去强化自我的防御能力。我的意思是，自我防御能力当然要加强，但是你的和谈不能够只是固步自封，不能只是光说不练，这2个东西应该是要并重并行的。休息一下再回来。